韩天衡，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1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为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证书的艺术家。韩天衡先生自幼酷爱金石书画，曾师从方介堪、方去基先生制金石及印学，从马公瑜、陆维昭先生习书法，从谢志柳先生攻国画及美术理论。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脚踏实地，治学刻苦，在印学、书学、画学各领域建树卓著，令世人瞩目。他的草书气势雄阔，风神洒脱，自我鲜明。他首创的草篆，在古典式篆书中大量使用了草书的表现手法，从而赋予篆书以崭新的生命活力，使篆书更富于运动感和节律美。所作国画讲究笔墨意趣，由明清、上溯宋、元，复又渗入当今特有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其金石篆刻拙中藏巧，动中寓静，自然含蓄，充分体现了雄变韵的情致，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韩派，在当代印坛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国画大师如刘海粟、李可忍、谢志柳、程时发、黄胄、杜衍绍等用印，多出自韩天衡先生手笔。这个中国的篆刻艺术啊是源远流长，如果做一些比较保守的估计呢，至少也有近3000年的那么一个历史。这个就我个人的观点呢，这个中国篆刻艺术呢，似乎可以分成是周秦两汉的这样一个篆刻艺术的高峰，跟以明清直到现在为止的另一个艺术高峰。一门传统的艺术能够在历史上产生2个高峰呢，大概我看篆刻可能就是一个脱离了，是吧？这个周秦两汉的篆刻艺术呢，因为当时印章是一个使用的高峰，所以大家都非常专注于这门艺术的这个创作跟使用，所以促使了这门艺术的繁荣。这个魏晋以后呢，随着这个印章使用的方法改变，以及那个没有找到好的那个建盖印章的那个材料，所以从魏晋以后这个篆刻艺术是一个式微的时期，所以印其8代之衰大概是要到明代末期，所以我们一般总是拿明代末期的文盆看成是我们文人篆刻的一个鼻祖。这个我讲的2个高峰可能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周秦两汉时期的这个高峰呢，刻印呢基本上是以铜印为主，所以我也拿它划为叫铜印时代。那么明清流派印章呢，以文盆为主呢，就是以石章为主，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巴陵石所以这样呢，就是也可以称为是一个石章时代，对吧？这个
因为有很多史料了，今天包括很多资料，大概可能不能展示。那么我想呢，对明清的一些篆刻大家呀，对那个篆刻艺术流派发展的这一根线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明代末期，也就是文人篆刻的一个初创期呢，我个人认为呢，大概可以提及的大概有5个大家。一个就是我们讲作为开山鼻祖的文鹏。文鹏有几个学生也都很厉害，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大家来谈的呢，一个就是何震、何谢瑜，还有一位就是年纪稍轻的苏铉这个苏小明那么还有2位大家呢，一个就是李仁跟实践并重的朱建、朱修能，还有一位呢就是汪观。当然他们那个5个篆刻家呢，也是各有千秋的。这个作为鼻祖的文鹏，现在留下的东西很少，我们姑且不去做艺术上的评价。那么何震呢，是文人流派里面第一个用冲道跟切道结合的那么一个篆刻家，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有发展的。苏铉呢，他刻印的器就比较大他的印里面有一种豪越的气概，特别是他的用刀已经是出现了劈刀的这样一种新的技法所以他的印呢线条刻得比较厚，器角也比较大这个朱简呢，他是第一个拿周秦古稀的方法运用到那个他的印章里面来的，所以他的印呢就显得很高古，而且他的用刀呢在何震的基础上面又有发挥，他是用切刀，而且呢是用碎刀，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后来为这派的创始人丁敬所借鉴和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谈到的那个汪观这个汪义子他呢就是非常虔诚的学习汉代的那些注印的方法，所以印呢刻得非常精工典雅。他的注文呢是借鉴了这个汉印的里面的一些注印，加上宋元的一些原注文的刻法，所以那个刻得那个非常修直也是非常这个精工，所以对后世这个精工一路的印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在明末清初这一个阶段呢，应该讲是印章相对沉冷的时期，但是也出了几个大家，如我们知道的勾道人陈遂安徽人，对吧？这个再稍晚一点的，就有我们常说的这个林高，当然他的祖籍是在福建，也有人呢他叫成是那个这个莆田派的，实际上他是一直生活在我们江南。再稍晚的呢，也有几个很有影响的篆刻家，当然没有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就不谈了。再接下来呢，大概就是到乾隆时期。乾隆时期呢，我们就是出现了以丁敬为主的为首的这样一个就是浙派这个浙派呢，那个是丁敬所开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是借鉴了何震跟朱简的一些技法，同时呢，他狂采不取，那秦汉包括宋元唐宋元一些印章里面的好处，他都能够充分的借鉴到自己的印章里面来，所以开了一个很大的派别，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个他的后继者呢，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黄晓松，是吧？蒋善堂易铁生，这个陈洪寿、陈曼生陈曼生是陈洪寿，还有陈秋堂、陈余忠，
然后呢就是赵慈贤跟钱松，这个就是我们后来被称为西林八家的浙派的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个八家呀，丁敬呢是祖师爷，他是开派的其他7家呢，我们一般呢都拿归属到这个浙派的这样一个范畴里面。但是就我个人的研究认为呢，其中这个钱松尽管他是杭州人是属于浙派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山门的人物，但事实上不论是从他的创意从他的技法来讲，他都是有别于浙派的，是吧？正因为他是杭州人，所以人家都拿他归纳到那个西林八家里面去实际上他自己是有一个开独立门户的那么一个大篆刻家。以后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谈到他的很多技法上的一些成就，是吧？那么浙派盛行，它在全国当时是一个最大的篆刻流派。不久呢，就出现了一个叫邓石如。这个邓石如是安徽的怀宁人所以呢，后世呢就他开创了这个流派呢，就叫晚派。这个丁敬生的浙派跟那个邓石如的晚派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具有对比意义的。浙派呢，它的篆法是上放，就是比较强调放的那个篆法，对吧？刻道呢、用道呢，他们是强调切的办法，而邓石如呢，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用道呢，它是强调用冲道讲婉转讲流畅。在篆法方面呢，它也是强调圆，所以他们很有对比意义这个，但是邓石如呢，他在丁敬生之后的贡献就在于拿那个篆刻艺术从刻印里面讨好处呢，就解放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比较强调从印外求印，这一点是邓石如很大的贡献。而且他那个批道用得好，对那个用刀的解放，对那个刻印技法的丰富都是很有贡献的一位人物。那么这晚两派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几个大家呢，一个就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就吴让之，是我们江苏的那个宜尊人这个实际上他是进一步的完善了邓石如的那些篆刻技法当然他的器具方面呢是稍逊于那个邓石如。再稍晚一点的一个大家就是我们浙江的赵子谦。赵子谦是一个非常具有天分的一个艺术家，是吧？他的建树呢是包括国画、书法、篆刻、考证，是吧？那么在篆刻领域里面呢，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他可以拿当时地下出土文物里面的很多新奇的文字全部很自然的借鉴到他的印章里面去，所以就形成了诸多的篆刻面貌。就这一点来讲，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刻过一方叫丁文伟的印，是用单刀直入的，这一方印至少就影响到齐白石风格的产生。他用仿篆文的那么一种形式刻过一方叫灵寿花馆的印，这一方印对后世的一个大篆刻家黄木夫就非常具有启迪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赵子谦的出现就引入了两个大的篆刻家。从文的方面来讲，就产生了黄木夫；从更猛烈的武的方面去讲，就产生了齐白石。那么赵子谦呢，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在他之前的所有篆刻家对边框这一个很重要的大于印面的这么一个表现的一个载体大家都相对来讲比较忽视。是从赵子谦开始非常重视那个边框艺术的创造，
所以他首先拿魏书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拿魏碑引进到他那个编款里面去。同时他有那种汉传里面的很多图案啊，包括佛像，包括走马戏的人物啊，非常新奇的引进到他的编款艺术里面去。所以啊，使印章艺术啊更趋丰厚，更趋多彩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也是赵子谦对编款艺术的一个贡献啊。这个赵子谦之后呢，我们感到在晚清民国啊，值得一提的大家呢，就是有吴昌硕啊。这个吴昌硕呢是乱头出佛，是吧？拿那个金色的器械呢，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他的印章呢是属于大写意类型的，很朴厚，很大气，是前无古人的。特别是他在用刀方面，他呢自己创造了一套修饰的办法啊，所以呢使那个印面呢更显得苍茫浑魄高古，这也是前无古人的。比那个吴昌硕小5岁的黄木富是安徽易县人。那么他呢，就是刚才我讲了，借鉴了浙派皖派，特别是赵子谦的一些长处加以发挥，产生了自己一种非常光洁秀美的风格。所以在当时他的风格跟吴昌硕的风格呢，确实是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是叫一时瑜亮吧。在黄木富之后，那么我们讲值得提及的就是生于1864年的齐白石。齐白石的篆刻呢，实际上最早呢，他是学习那个赵子谦的当然也借鉴一点浙派。之后呢，他是从三公山嵩山少社这些里面得到了好处，再加上他以非常强悍的腕力加他的变力，用木刻的方法来刻印章，所以呢他显示出一种强悍的猛力过人的那么一种印风，这也是为我们后人所称道的。那么我想呢，可能对明清的一些篆刻大家也只能做那么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下面跟诸位呢就谈一些那个篆刻技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首先我们讲篆刻，篆这个古人有很多解释比较倾向于的一种讲法呢，就叫篆呢是淫书也，是吧？这个有些人呢讲古代铜器上面的一种纹饰，不管怎么样，它既然叫引书了，还是要落实在这一个书体跟这个第四字体上面的。所以我这里做一种很通俗的讲法呢，就是篆刻首先是先篆而后刻，也就是讲要刻好印，首先还是要强调篆。篆呢就是我们一般概念上面讲呢，就是讲写篆书、认识篆书。所以搞篆刻的人呢，这个要以认识篆书、会写篆书为前提。你如果讲对古代的文字你不认识，那么你刻印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错字。如果讲你对古代的篆书你不熟悉，而且对这个字只知道其字形，但是呢不能够达到书法的这个高度，那么刻出的印呢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所以呢，篆是刻的基础，刻是篆的基础。所以我感到呢，我们搞篆刻的同志呢，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篆的问题那么这方面呢，实际上是工具书非常多了。你比如讲汉代最早的一本我们讲字典一样的工具书，就是《说文解字》近期呢，特别是近几十年呢，对古代文字的考证汇集都应该讲是已经到了一种集大成的程度。
那么你比如讲罗福义先生的古稀文变呐、汉英文之尊呐、方介康先生的西英文众啊，这些呢都可以作为我们借鉴的范本。除了简字跟识字方面，我刚才谈了这么一些范本以外呢，作为要写好篆书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秦汉时期的一些篆书的一些碑帖啊。这个包括明清的，特别是你比如像邓石如的篆书啊、吴让之的篆书啊、赵之谦的篆书啊、黄伯父的篆书啊，这些的篆书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临写，这个对我们写好篆书呢，刻好图章呢，都是有保证作用的。我们讲刻印啊，就是要讲那个刻印的章法，就我们认识字了，写好字了，那么然后呢，怎么让它很好的，让它放到一方印章里面去，这个我们呢就叫章法。那么章法呢有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要懂得分注不白。我再讲更辩证一点的讲，就是用邓石如的话讲呢，叫记白当黑。这个记白当黑是一个非常好的讲了一个篆刻艺术章法里面的辩证法这个黑白要分明，黑白要冲撞，但是也要讲黑跟白之间的和谐统一，有矛盾的冲撞，通过这种激烈的冲撞，然后从而达到非常和谐的统一，这就是一个艺术作品产生的整个过程。那么邓石如呢就非常懂得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搞篆刻的时候记住这个分注不白，是吧？虚虚实实，虚灭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章法呢，一种呢就是要排列的非常稳当，这个呢，如果我们看一些图例呢，基本上就可以了解了。你比如我们现在谈到一字印，一个字刻印，它有一个字刻印的一种章法排列，对吧？你讲这个诺字是中心放在中间的，而这个人字呢，它的中心是偏于右面的。但是不管它放在中间也好，偏在右面也好，整个一方印章的感觉应该是非常稳妥的中心是稳妥的。那么你比如讲两个字来刻印，那么我们也举了3种排列的方法。3个字的刻印我们也举了3种排列的方法。4个字的排列，那么我们呢，因为字越多它那个章法的手法也就越多。你比方我们就有5种这个排列的方法。5个字的印章排列，我们也是选了5种。6个字的印的排列，那么我们呢选了6种。7个字的排列，我们呢也是选了6种。
那么，如果我们一般初学者啊，懂得这个文字的排列方法呢，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稳妥了。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艺术来讲，仅仅达到稳妥是不够的，而在稳妥仅仅是艺术必须具备的一个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条件。那么，真正的一种高级的构图啊，它确切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你讲要稳妥，它就偏偏不稳妥，对吧？你讲要和谐，它就偏偏不和谐。但是它在不稳妥、不和谐的后面，它的本质应该是和谐而稳妥的。那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比较高级的一种章法的构思了。那么我们下面呢也举到一些例子，是吧？你讲我们举到了，是吧？下面这个一期所播啊，废话3000的，对吧？这个包括下面的很多方法，那么我们呢也逐一的跟各位呢做一个剖析。你比如第一种，对吧？你讲就是我们讲的是虚实对比的处理。就是什么呢？虚的地方让它空得很大，而实的地方、密的地方，我尽量的反而让它集中起来。这种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叫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容插针，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你对比处理的好了，那么就产生了非常好的、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二种呢，我们讲的就是叫位置匀落的处理，就整个一放映啊，它处理的和和平平、匀匀落落，但是字的本身不一定是匀落的。那么这也是一种我们章法里面的一种构思。第三种呢，我们就是讲的一种对称手法的处理。所谓对称，我们是讲的一个决心，它的两侧，或者是讲它从横剖面来讲，是讲的它上下的一种对称。那么这种技法呢，也是古人常用的。我们下面也举了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下。第四种呢，我们讲的是就是一种穿插避让的一种处理，就是文字之间大家怎么避让。我们讲唐代书法里面讲叫公主与丹夫正道，是吧？这里面实际上也都是讲的一种穿插避让的一种手法，是吧？都是比较高级的一种方法的运用。还有一种呢，我们第6点讲的呢，是以松散来求紧凑的一种处理。第7种呢，我们讲的是一种笔画合并的处理。你比如讲，它2根线条本来是干干净净2根线条，但有的时候呢，它就拿这个2根线条去并在一起。这里面呢，它就产生了很多含蓄的、朦胧的一种情调。还有第8种呢，就是一种文字嵌合的处理。本来文字你是你，我是我，它可以拿这个文字之间，你的腿跟他的头进行一种交叉的处理。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觉效果。
第9种呢，我们讲是文字部位的那个挪位的处理啊。你比如讲，我们有些文字啊，它是呈左中右3个边旁部位这么处理的。如果这个2个胖胖的文字啊，都处理在一方图章里面，而一方图章给每个文字的地位呢，恰恰都是很狭长的。那么你这个呢，就是位置要加以挪动。当然，这个位置的挪动要合理，不合理的话，那是谁都不认识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章法的处理。第10种呢，这个就是笔画增晒的处理。就有些文字啊，它是可以减掉1笔2笔，而且甚至于呢是减掉一个部位。那么这样的增晒以后呢，就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那种构图的效果。当然，这个文字的增晒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中国的文字还是约定俗成的。你如果自己要想怎么减就怎么减，要怎么加就怎么加呢？这也是违背我们传统的篆刻艺术的这么一个道理的。那么第11种呢，我们讲是笔画做粗细的处理。这个笔画的粗细，就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线条要讲粗细、光毛、顺捏、浓淡一样，它也可以增加很多艺术上的一种情趣。第12种呢，我们讲的是叫文字做逆时针的处理。因为有些文字它作为顺时针来处理的时候，那个章法很难看。但是呢，你如果做那个逆时针的方法处理呢，它很可能就非常妥帖。这也是我们这个在章法上面常常运用的一种办法。第13种呢，我们讲的就是印章边框的处理。这个印章的边框也是非常有学问的。我们画画写字，它这条边呢是似乎不存在的，但是刻印每一方印呢，它都有那么一条边，所以这一条边呢，你怎么让它处理好？是粗还是细？是光还是毛？甚至于要不要这条边，都是印章构思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都要加以很认真的重视它。第14种呢，这就是牵到我们一种修养了。你在刻一种词句章的时候，是吧？那么就是怎么样要拿词句的内容跟这个印章的风格呢加以统一的处理。你比如讲，你刻那个江山如此多娇，如果你用700的那个大刀的那个冲刀的方法来刻，每一根线条都是绷得非常厉害，那么给人家感觉这样的用刀方法来刻江山如此多娇，那可能就不太娇了，是吗？你比如讲，我们举例子，你像沙孟海先生曾经刻过一方叫临危不惧。如果临危不惧这一方印，我们用圆珠纹很秀气的这样的一种章法构图用刀来刻的话，给人家感觉就有点没有那种气壮山河的味道。所以这个呢，当然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方面。所以我想这个除了我们谈章法的排列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要了解的章法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跟各位介绍的后面这样14种的章法处理。那么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些处理可能我们对印章章法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是总结前人的东西。任何艺术都是发展的，
所以不完全要局限于这14种方法，也可能通过我们在座的各位专科家的那个努力，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前人所没有表达过的章法，这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谈到记忆法的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讲用刀。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刻图章跟写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这把刀来作为一支笔要随心所欲的来表现我的一种艺术的构思、想法、追求，对吧？那么这个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可能也要把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要使刀如笔，就讲这把刀我拿在手里这个要像一支笔一样的八面出锋，运用自如，对吧？所以叫使刀如笔，就像这把刀拿在手里，就像我们书法家写字的时候一样这个得心应手但是呢，我想呢，仅仅是使刀如笔呢，大概还不够，就是在使刀如笔的同时，这一把像笔一样的刀，要笔中见刀，就是讲在运用的时候即使像一支笔，但是笔里面由于刀位，如果没有刀位的话，那么篆刻艺术的这个刻的成分可能也要受到一定的损伤。那么所以这个用刀非常重要。那么用刀呢，我刚才前面跟各位介绍那个明清流派印章的时候呢，我曾经谈到，你比如讲，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和谐鱼，它是用切刀，切刀的运用方法就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个运动，就是一根线条是通过几刀那么切来完成，它是一种连续的一种切的动作来完成的，对吧？如果像这一根注纹线条，它反过来，它也还是这样的运动，当然你到后来像丁金生也好，钱宋也好，他那个就是什么呢？就碎刀短切，他那个用的位置，那一刀下来了，要经过很多刀的那么运动才来完成，所以他那个线条呢，就显得非常的老辣而苍茫。那么这是一种表现方法，还有一种表现方法呢，就是我们像邓石如那样的叫冲刀。所谓冲刀呢，你看这个刀不是用这一个脚下去以后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不是切的运动吗？它是就是由后往前的那个冲的运动由后往前这样冲的运动。所以这样的用刀呢，我们就拿它概括为叫冲刀，是由后往前的一种运动。那么冲刀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比较高明的技术，就是叫劈刀。什么叫劈刀？劈刀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刻印的时候，除了用这一个角，还能够利用这条刃，用前面的这一段刃，不仅是要会用这一段刃，而且还要适当的会要用这个刀的背，就是用刀角入刀，用刀刃去劈，然后让刀背也能够去插到这根线条。那么这根线条出来呢，就是非常浑厚而自由。那么我们这样的一种用刀方法的妙处呢，在邓石如、吴让之的很多高明的印章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对吧？当然这个古人呢，对那个用刀呢也有讲得非常神话的，什么用刀的19法，用刀的13法很多奇奇怪怪的教法，实际上呢，这都是故弄玄虚了，对吧？是拿它搞得神话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用刀就是2种方法，一种就是切刀，一种就是冲刀。那么这个像我刚才讲丁金生用的就是切刀，那么这方印我们就是来说明那个切刀的它产生的艺术效果。
为了要让大家看清这个问题呢，我呢这一方陈满生刻的印呢是反过来放大的，是反打的，所以他当时刻呢就是用这样的用刀来刻的。你看他一根线条有的时候1刀、2刀、3刀、4刀、5刀，你看这里回过来也是1刀、2刀、3刀、4刀，所以这呢就是充分体现了切刀的那种苍茫的，是吧？老辣的，是吧？给人家感觉很有精神的那么一种刻法，啊，这就是切刀的一种代表的一种风格。这个跟刚才切刀法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用一种冲刀的方法来刻的，这也是拿一方印反过来，便于我们看到他刻刀的那个方向。这是吴让之刻的一方无锡在印，你看他整个用刀都是用冲刀，有的时候带一点点劈刀，所以这是冲刀非常典型的一种刻法。所以呢，它显得非常凌厉，是吧？也非那个线条呢，感觉非常圆厚啊，而凝重，这也是晚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篆刻艺术啊，我讲呢，这个从技的方面来讲呢，可能也就是3个方面，一个是设篆、写篆书，第二个就是讲章法、分组布摆、记摆当黑，第3个方面呢，就是叫用刀，就是用刀如笔，要笔中见刀。那么这个3个方面呢，是我们刻印非常重要的技法。但是我想啊，任何一门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呢，不完全是靠技法，因为在技法之外呀，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艺术家要把握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情调、一种意境。那么如果在这个2个方面都加以深入的去研讨把握的话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篆刻家。因为篆刻艺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就是讲边框。什么叫边框呢？这个印章我们是刻印面了，但是边上这个文字我们就通称为叫边框，是吧？像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刻的边框，是吧？这是它的拓片，是吧？边框艺术啊，倒是明清流派印章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古代的印章里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周清两汉的印章里面，基本上是没有边框的。所以明清流派印章呢，边框是它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它对篆刻艺术的一个发展，它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对吧？那当然你要拿边框刻好，那么你比如像刻楷书，那么就是应该平时要练习写楷书；你要刻隶书，就要平时拿隶书写好；你要在边框上面刻篆书，那么你就是平时要拿篆书写好。总之，书还是刻的基础。刻印啊，它首先就是要拿文字写到那个印面上面去。这个方法呢有好几种。一种呢，就是直接拿毛笔你蘸了墨，对吧？这个拿它写到印面上面去，这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呢，不是太熟练的呢，它也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拷贝纸先放在这个图章上面，然后拿它一个框子拉下来，弄一个，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他来设计我的印稿，设计完了以后，然后拿它再反过来，附到这个印面上面去，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经常用这个方法，就是拿墨就是拿印面全部涂黑，那完全是凭自己平时的熟练呢，就直接拿到在上面拿文字刻出来。当然这个文字都是要反刻的，然后打出来才是正的。那么方法是有那么3种，我们现在呢就用一种比较也是属于比较熟练的一种方法。你比如讲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我写一个印，刻印的印子这当然要反写的，
这样一个印子。这是一个印章的印。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这个用刀来给它刻啊。这个我们现在刻这个印呢，我们是用冲刀的方法来刻，对吧？就一根线条由2刀来完成。你看，这个是冲刀，从这儿过去，这是1刀，是吧？然后这里转过来，那再是1刀，是吧？那这样回过去，这都是冲刀，里面带一点劈的感觉啊，这个手啊，这个左手啊，就像一个钳子一样，一定要拿那个舌头拿牢，不然这个舌头刀就可能刻到手上去，啊，然后呢，就像写字一样的，按照它的顺序。有的时候为了简便一点呢，同样方向的2刀呢可以一起刻掉，然后回过来，你看，再是1刀，这种都是我们平时讲的冲刀，线条粗的，中间可能会留一点细的痕迹，那么我们也要拿它刻掉。像这样啊，为了要少转弯，那么我们就是3刀一起刻掉了，是吧？所以刻印啊，需要比较好的腕力，是吧？因为这个舌头啊，你刀下去到底是硬碰硬的，没有这个腕力了，这个舌头它不是刻不掉的嘛。那么，一般呢，刻印啊，这种线条比较粗的白纹呢，它会两面留下一个小的尖角，这我们平时呢就叫燕尾。这样的燕尾呢，有的时候是要拿刀啊轻轻的去剔掉，不然呢那个线条出来呢感觉到很薄啊，是吧？少许拿刀啊轻轻的去劈一劈，但是不要那么直接去劈，这样一根线条刻下去呢。那么将来可能这个图章了，那个线条的头尾都感到很僵化，啊，所以要相对要自然一点，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印字呢就算是刻完了。那我们刻印的时候啊，这个倒下去以后呢，这个所谓叫倒落石开呀，这个粉啊，千万别用嘴去吹，如果用嘴去吹那个石化的话呢。这个东西都会吸到自己肺里面去，对身体是不利的。所以一般我们刻印的时候呢，这个无名指啊，就是一个刷子，所以一刀过去以后，你看它那个一贴就很清楚了。你不论怎么运动，一刀过去以后呢，一贴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呢，就整个一方印刻好呢，就是用一个刷子，拿它表面的石屑啊去刷掉，拿那个石屑去刷掉。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拿这方印章啊。打出来看，那么可以为进一步的修改呢，做准备，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拿一张联式纸，这是宣纸，那个图章呢就打出来，来审视一下，看看是不是要怎么样再进行修改，啊？打的时候4个角要均匀，啊，用力要得当，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一个初稿。这个有的时候啊，为了要抓时间啊，这是什么？它可以拿那个所有的一个方向的线条全部刻掉。你像我现在干脆就是拿那个横的线条全部刻掉，啊。
那我就用到方法呢，还是冲刀有的时候基本上是用的冲刀这个如果篆刻里面有种篆法里面圆的线条多呢，有的时候呢多加一点劈刀呢，那就变化更多了，是吧？那么横的线条刻完呢，也可以反过来再刻这些横的线条，但是千万要注意，这个刀的力量不是为了要拿舌头刻掉，而是要拿那些保留部分里面能拿刀的那个力量都传递到那个保留的线条里面，所以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是吧？那么另外刻印呢要大胆，千万不要胆小就是有的这个刀刻到手上去也没有关系，出一点血，但是为了怕出血而不敢去刻印呢，那一辈子大概都印章刻不好的，是吧？当然反过来，为了好像是表示自己有勇气，专门朝手上刻，那就是出血再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篆刻家。横的线条我们都刻完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再来刻那些呢直的线条，是吧？对吧？然后呢，这些直的线条也可以刻掉，这样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刻起来呢，当然速度要快得多了，它因为减少了你那个舌头周转的时间嘛，对吧？当然也比较熟练，不熟练的话，有的时候那个刻出来的字不贯气的话，那也是不行的。那不需要的部分，然后就全部剔掉。这是刻注文印刻白文印呢，是拿线条的部分刻掉，而刻注文印呢，是拿那个需要的文字线条之外的空间全部刻掉注文印它初步就刻成了。这是大戒2个字刻边款呢，一般呢都是刻在这个图章的左面，这传统就是形成那么一个程式了。当然也有刻在顶上跟刻在后面，自己那个背面的，像黄幕府就是刻在自己的背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跟大家那个示范一下刻边款我现在就是刻1999年这个豫上海天横刻石，那么我现在就跟各位示范一下。这是一种切刀的刻边款的方法，等于每一根线条都是用一刀来完成。有的时候呢，为了两面呢文字呢要更协调呢，也随意可以增加几个字。你比如我现在第一行是刻了8个字，那么后面如果仅仅是刻天横刻石呢，那就感到呢两面呢不太对称。这时候呢，我就加刻自己的一个号，叫窦如生，现在是刻3个字，窦如生，然后下面是天横刻石。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找一些名家的印，来看看它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有商榷的地方。这方图上是大名鼎鼎的丁敬生刻的，叫相人寺。这方印如果我们从章法上面来讲，我们就感觉呢，这个2个横笔太粗，
所以横笔太粗以后呢，给我们一个感觉了，就是相人两个字很协调，而这个两个字跟左面这个十字呢就不会协调。那么如果我们拿这个两根线条，两根横线条，适当的不要那么粗啊，瘦细一点的话，那么可能整个三个字呢就更加可以达到有呼应了。这方音呢也还是有它的一些缺陷。你比如讲它那个四季中青四个字，它本来的构思呢是上面两个字小，下面两个字大，但是呢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中字上面一横太长，这个部位拉得太长，所以这个中字跟边上一个四字来比较呢，这个中字就有点下坠，而这个四字呢就有点往上抬的那种感觉。所以像这方音呢，我们也有几种可以加以修正的办法。一个就是四字可以下来一点，这样加强这个两个字之间的一种呼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字啊往上抬，就中间这一段短一点，拿那个中字呢抬上去。那当然权衡下来呢，是以中字抬上去一点，比四字坠下来呢效果更好。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一方音的章法呢似乎就更协调了。这个一方音的章法了，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字这里都留有空间，而且是上密下疏。但是这一个物字呢，它是整个一方音是吧，是布满了它这个1/6的整个空间。这样如果我们从整个章法上面来考察呢，就感到这一个物字啊太紧，而其他5个字的那个空间呢反而显得更松了。那么从整个一方音来讲，它的协调就有问题。所以呢，像这一方音我们要加以修改的话呢，可以拿那个旁边这个物字的牛字旁啊加以缩短，拿这一横呢提上去，这个下面呢也像这样留2块红，留2块空间，那么这方音的章法呢似乎就更完美了。邓石如的这一方音啊，是在章法处理上的一个代表作，叫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他在构图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个4个字啊，这一排右边的4个字，它除了江字留出2块空间以外，其他的流有声都尽量的让它用密的方法来加以处理，所谓叫密处不容插针，或者叫密处不容透风。而它左面的这个4个字呢，除了那个端字它做那个简密的处理以外，岸欠侧都是处理的非常的松。那么就是他要来实践他的就是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容插针。所以他这方音呢，左面这个字处理那么密，右面这个3个字啊处理那么松，但整个一方音为什么感到非常的稳妥呢？它的学问在哪里？如果他不这样处理，那么这方音又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实践。我们拿江字的刚才的那个2块白啊，我们吃掉了，这里去绕了一个弯。现在我们就发现这方音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3个字跳出来了啊，也就是讲这个5个密的字跟这个3个这个很竖的字啊已经脱离关系了，整个一方音就不协调了。这个章法的成功呢，我认为就在于作为音章来讲，它为了追求平衡啊，它4个角的安排是非常重要。它采取的是一种斜角的对称，也就是讲这一块空，它用这个车子的这一块空来加以达到呼应，而这个生字的密，它跟那个端字的密呢又达到一种密的呼应，所以斜角它是呼应的，左右它又是有冲突的。但正因为冲突和呼应相结合，所以内部啊，不管是你这儿紧一点，那里松一点，整个一方音它都达到了一种非常和谐的完美的程度。
这方音啊，如果严格的推敲的话呢，它里面少许有点问题。也就是讲，它那个玉字的这一个弓笔呀，跟那个复字的这个弓笔呀，有一点雷同。所以它这个两个大的转弯放在这个音里面呢，使这方音呢，似乎呢就失去了一些稳定感，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这一方音我们要加以改动的话，就可以这笔啊不能做那么大的一个圆弧的运动，而是到这里以后啊，少许下来转一点弯下来就可以了。这样呢，它就是用笔上面富有变化，而且几块空间，你看这块空间它是这样的，现在它这块空间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从这样加以下来转弯的话，那么它的分割几个空间的分割的变化有更多，而且也充满变化。那么这一方音呢，可能比现在的效果呢更好一些。这方音在章法上面呢，它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你看啊，它实际上是用的小篆来刻这方音的，它每一个字啊，实际上都是狭长的。但它处理在这样一个比较放的一个画面里面，它就是采取了穿插的办法。你比方这个句子的下面几横啊，几竖啊，就插到了这个四字的里面，而四字的中间一笔呢，就插到了句子里面。晚字插到学里面，学字的这一边插到句里面，这样它就是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里面放了四个比这个空间要大得多的这样四个字。所以这种穿插呢，使每个字呢字体都很舒展，它整个一方音呢也感到很活跃、很活泼，这也是章法处理的一个诀窍。这方音啊，它也是经过严格思考的，在章法上非常有特点。它照理有讲，这个让字的让啊，它是一个笔画非常复杂的字，而这个字呢，又是一个笔画非常简单的字。它为什么拿这个两个字处理在一起，感觉到非常协调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吴让字非常大胆，它的那个跳手旁啊，平时我们都处理成功这样三笔，等于三笔的那么一个手字啊，它存心呢，它处理成功五笔呢，1、2、3、4、5。那么正因为它这样处理了，这方音呢就显得非常不一般。但是正因为它那个非常密的这个部位啊，又处理在整个音章的中线，所以用中间的这一个手字的密来针对右面的这个香字跟左面的这个字字，因为它形成了一个绝对称，所以中间的密并没有损耗了整个章法，相反一灭带虚，整个一个对称的章法呢，使这方音呢取得更好的不一般的那个艺术效果。